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亿玩天开新出的这一款泰格，盒子并不大，外包装直接是照片，一份说明书，变形指示是电脑建模的高亮，编号贴纸，冷兵器带了一把大斧头和跟它搭配的特效键，通过这个扣子卡上去。 装上以后，火焰附魔的大斧头质感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很漂亮。玩具到头顶在20公分左右，因为设定为反派角色，头雕的样式也和之前的多拉古斯一样是骷髅头，看起来还是挺邪性的。涂装细节，包括刻画都是非常不错的。整个的头盔样式让人想起来2战时期的德国坦克兵。炮管可以插在肩头，拔下来。 脖子是球形关节，可以来回的活动。领子这一块还做成了那种仿军装式的衣领结构。胸口的造型是坦克炮塔变形而来，整体的这个质感以及人形的这个曲线倒三角呈现的会特别的好。包括肩膀上边履带的层次感。肩膀活动关节这里变形的需要是双段的，所以抬起来大概这么高，会被这里的造型稍微阻挡一些。360度的旋转。 这个轴会特别的响，转起来有嘎吱的声音。2头肌左右旋转在这个位置，肘关节从这个地方可以折到90度。当你打开这一片装甲，还能稍微的往上更活动一点点。但是因为造型的关系和弯曲的幅度，无法做出来敬礼的姿势。手臂这里的装甲面板刻画还是非常细致的。坦克造型上面的一些细节，包括旋转一圈看，偷胶空洞的地方都被盖板堵了起来。 在连接的位置使用了合金零件增加强度，手腕可以360度的旋转，并且是全指可动手，所以手掌可以像这样摊平。拳头做了可拆卸式，把炮管插上去，插在手上也可以当成臂炮使用。后背这里把炮塔整个左右拆开，变成了背包的部分，独立的弯腰关节，但是这个轴会特别的生涩，很紧，腰部左右来回旋转没有问题。 胯部侧踢可以踢平，前后的旋转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干涉。但这个轴里边的这个用料啊，也是嘎吱嘎吱的声音，应该是赛钢料。大腿根部左右的旋转，膝盖两段关节弯折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小腿的刻画也非常漂亮，真实的履带堆叠出来的层次感，整个变成了腿肚子的部分。脚踝左右有接地关节，脚尖这里独立的活动。 整体来说，这款原创玩具的造型设计，我觉得是非常喜欢的。虽然是一个反派题材，但是我总觉得，不论是多拉古斯还是这款泰格，都会展现别样的反派魅力吧。材质方面，用料做工也不错，在关键的位置用了合金零件增加强度。手上握斧头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卡扣进行连接，但是手指的转轴支撑力度是没问题。这把合金的斧头握在手里边还是很稳定的。 我们也是进入这款的变形过程。首先，第一步，拳头的手指部位要捏成现在的样子，让4指这样叠起来，大拇指平放。然后来看小臂的变形，从内侧的板件这里抠开上下结合的2个插孔位置，手掌就可以往上翻折，顺着这个地方，手背贴合在这一面，把它折起来。 下方的这一条顺着合金的关节双段打开，这个里边在往回倒的时候注意根部的双关节和外边这一块小板子的位置关系，稍微的让一下边缘，把它搓平，让这块的铁十字压在这块板件的凹槽下方。接着前方的小臂甲打开下方这里连接的卡扣，顺着球形关节旋转180度，放在这儿备用。 顺着这个方向看，在根部这里有一个双段关节，我们把它折、提，等于让这个零件旋转90度。从上面看，这里边的零件造型对齐，然后侧面这里的小挡肉片下翻90度收进去，备用。肩胛的处理，我们打开这一块零件，旋转一个90度，提上来备用。顺着这里边整个的关节拉开。 前方这块装甲90度立起来，侧面这块装甲打开卡扣，下方连接的板子全部调开，然后上边履带的部分顺着根部这里有一个转轴，把它 Z 字折叠，从中间的位置调到外侧来，放在这儿。
后面履带的部分，把里边的导轮最后一节旋转出来。好，也是放在这里备用。顺着这一块二头肌的根部有一个 Z 字折叠的搓动，双关节把它让到上方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密合这条手臂了。把外边小臂甲90度立起来，中间这里的合金连杆 Z 字折叠提上去。折上来之后，这一块装甲下方有一个小卡槽连接，插上，再把上方的这块面板让过去，双关节摊平往下压，这个地方有一个挂钩，全部结合锁满。来看腿部的变形，先往后旋转90度，再把脚尖冲下，注意这个地方前脚尖的位置，双关节错上来，脚后跟翻折叠放进去。从里边看，腿肚子侧面这里的造型，抠开卡扣，旋转双关节180度反扣在膝盖上。另外一侧也是，打开卡扣，旋转反扣，折上去。拆开小腿前方的装甲。接着这一步操作，我们要把膝盖往下折，腾开空间，然后把履带挪开，顺着这里边旋转180度，整个把膝盖甲折上去，再往上扣合，下方和大腿处有一个连接的暗插，把它扣上。这个时候再把履带前后剥离，注意根部的双关节摊平。然后膝盖顺着侧面的双关节往外撇，把这一块膝盖甲放下来，上方的这块方格就可以填过来，把这一块贴平。翻到后背来，打开屁股后边这里的连接锁定位置，把大胯双关节往下错位，根部这里也是合金的转轴，错下来以后夹合在一起，让胯部缩窄。再用后裙甲锁上，两条大腿中间的口子就可以结合。再来变胸甲的部位，中间这里的胸口先立起来，这块板有一个抠指甲的小边缘，翻折抠出中间连接炮管的位置，把腹部的甲往上提，打开，侧面这里还有2个扣子，一共4处锁定的位点。把这里也扣松，整个胸口就可以向后抬起来了。顺着后边的连接关节，我们把它拉过来，侧面的这2块胸肌90度旋转，后边的这块弧线脊椎双关节拉开缝隙，打开这个盖子，脑袋180度收进去，记得放平整，盖好。再把这2块90度翻下来，炮塔折叠填平，在后边的这个半圆弧线旋转90度，顺着双关节给缩进去，上方这里的小圆盘旋转搓过去，这个盖子还是可以打开的。胸口下方的这一块板子，我们就直接再贴上来。炮塔位置搞定之后，旋转180度。注意往下连接的时候，要把根部的这一条整个的往后，大扣子对应裆部中间白色有一个缝隙，它是定在这里的，但是这个扣子先不要扣，因为我们现在需要往回收纳这些履带的位置。肩关节在收回的时候尽量的往里压，让这一段关节贴平，再往内收。呈现出来的这个轴是一个 L 型，往回放，就把上半个贴合过来。装甲的夹角处有一个套合的扣子，把它定好位置挂上。履带收纳的时候注意侧裙甲往内压90度贴进去，露出2个大窟窿，再把这一块往回折，注意履带的方向和脚后跟的收纳位置。履带最前端会有一个小扣子，跟前方结合。肩膀下方的导轮根据双关节往回搓动填平，注意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扣子，让履带这里的关节往下降，插上。
这里需要往后推，调整一下，让这个导轮这个地方衔接的扣子再挂住。最后下方的这一块插合。这一侧变形完成，注意履带其实是向下垂的一个造型，它不是绷得很直的那种啊。下方这里的扣子结合到位，前方这里的扣子，导轮中间的扣子，下方这里全部锁住之后，就会呈现出来一个很物理学符合逻辑的这么一个履带锤炼的方式。屁股后边旋转180度，顺着下方的转轴贴上来，这里边有插扣进行结合。两侧的履带，如果你想要变得好看，其实还是需要进行一些密合和调整的，稍微的对一下缝隙，两边结合完成，再把后边的炮塔靠这个暗扣插上。如果你变形准确到位的话，这个扣子其实是挺容易插的。最后最前面的这一块盖子，注意啊，另一侧这里有一个挂钩，所以扣它有一个先后的顺序。最后锁这一片挂钩，掏出这根合金的炮管，插上，再安插配套的小特效件。其实这个过程并不算很复杂，而且最终完成的效果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坦克360度来转一圈，每一个面包裹的都还是比较完整的。上方这里看装甲面板上边有着非常不错的刻画细节，炮口的特效件质感也很通透。仔细对比斧子握把的造型，其实就是这根炮管，同样为合金的材质。前方装甲还有一个可以活动的小炮，也带了特效零件。底盘的设计还算整齐，但是会暴露人形的腹部和大腿零件。炮管上下可以有小范围的活动，左右这里可以旋转，但是转到一定范围的时候会被这里的造型零件卡住啊，稍微得往起抬一点点，才可以继续的往其他方向旋转。那么总结一下吧，一丸天开的这款泰格在坦克形态下算是遵循了当时二战时期德军的虎式坦克，各方面的细节点缀都还不错。作为一款可变形的玩具，细节方面和军模比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不过最终完成的效果其实并不差。做工和用料材质、模具的精度，包括它的涂装处理都是做得不错的。变形设计方面，这款有很多取巧的地方。炮塔整个变成的胸口，让层次感还有装甲的那种质感，竟然也能呈现出来人形应该有那种倒三角曲线。履带变成的小腿又半隐藏的收纳方式，不仅展现了坦克这个题材，还让机器人的这种设计感更加的写实化。变形设计难度不高，但你想把坦克形态密合的更完整，还是需要一些调整。载具形态没有甲轮无法推车，这个该不该归类为缺点啊？各位说了算。但我个人来说是真的很喜欢这一款的人形刻画。我一直觉得一丸天开家这条原创线的画风，反派的角色都会比正派角色刻画出来更有气势。而且就目前出的两款德系装甲来看，不论是多拉古斯还是这款泰格，不论是人形还是载具形态，完成度相对来说也是更高的，所以这款泰格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不论是摆载具还是摆人形，放在柜子里边都会相当的漂亮。那么得嘞，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